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采访到波登湖的低调大咖思雨和他的《山海经》。我们首先要恭喜这本书获得了是新华社的2022年的年度好书。十大年度好书之一。这本《山海经》还有一本是黑红版的，就是没有颜色的。最早出的是黑红版的那一本。没有涂的对吗？是没有颜色的，就是只有一点点红色，就是黑白红3种颜色的。然后后来呢，就又出了一本这个。最早的那一本应该是2015年年底就出了。2015年就已经出了那个黑白版的了。然后这一本是2021年年底出的。那个之前的那本也是你在上面画的插画对吗？对，这一本呢就是把之前的那个上了颜色就是把原来的黑白红上了彩色，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国画系列吗？好了，这样看看，这个不是国画的，这个是那个钢笔画的那个黑白的底稿，然后拿电脑上色的。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彩色的。这个都是很酷的。《山海经》主要是讲什么呢？《山海经》就是上古时候的这个地理呀，然后人文呐，然后一些动植物啊，有点像那种百科全书的感觉。对啊，奇珍怪兽上面都有。对的，各种的神兽呀，然后包括一些神话故事啊，和一些历史故事，真实发生的也有。对。它一般就是介绍，然后某一个东北方向，然后哪座山，然后有什么河，然后山上有什么动物，然后有什么植物，什么特产。然后这个是这个叫山经的部分，就主要是讲各个山。然后后面一半呢是海经，山海经嘛，一个是山经，一个是海经。海经的部分就主要是海上面的一些岛屿啊，那些其他的国家呀，就是像外国的各种的人呐，然后很奇特的民族呀，然后就是讲人的多一点。海经主要是讲人的多一些，讲各个国，就不同的国家，然后有特别长寿的国家呀，然后有这个什么冠胸国，胸口有个洞的国家呀，反正就这种很奇特的，对，比较奇特的这些人。山主要以这个神兽呀、动植物为主，然后以地理这个为主。那我们知道，思雨是清华毕业的，对吧？清华美院的。对，好像在我们印象中就是清华是以理科为主，但清华美院以前是那个理科为主的，后来是并进去了，把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了。对，就合并到清华大学里面去了，所以就有美院。那当时怎么想起来要做《山海经》这本书呢？是大学毕业设计。最早的时候，是大学毕业设计，当时有这个想法，要画一个书。就我是当时学的平面设计的专业，然后书籍设计也是属于平面设计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做了一本书，当时是做了一个绘本。做了一个，我看这上面是以绘本，这个就属于彩绘为主，这属于绘本，就是以图为主的，然后有一些文字的这种，这就叫绘本。对，我看着上面我也是很喜欢，每一幅图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啊。对的。但这是通过你手绘出来的还是？手绘的对吗？对，就颜色是 Photoshop 做的。颜色后来通过电脑上涂的。对的。就看到有几个特别好看的，比如说。这个九尾狐，对，这个我也比较喜欢。对啊，就是很多都很漂亮。彩色的要鲜艳一些。对，彩色的这个印刷版本也非常漂亮。对，他们这个纸用的也是非常好的。这一次的，就整体的这个工艺啊，这一次是一直盯着做的，这个品相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颜色还原的很好。对，我也是挺满意的，这个颜色印出来跟我这个原画的效果是一样的，就跟电脑上面那个是很接近的。就几乎是没有色差。对，这个也很喜欢。对，都很鲜艳的。对，很鲜艳的色彩，大家可以看一看哈。这本我觉得如果要学中文的话，是一定要去买的一套书。对，可以。它这个其实
古文的部分并不多。我看它古文其实也是用了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说了。这个部分是古文的，对，这个是原来的古文的。下面是这个孙建坤他写的，他那个把它翻译成这个白话文了。对，这白话文部分也是比较简单的，对，也是很好读的，是比较简单的，搭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理解呀，然后有一些这个历史故事上面的衍生呐，就是跟一般的那个《山海经》的那个解说不太一样。是吗？对，他是对，就是清华社专门找了一个就是研究《山海经》的一个年轻人来写的。对，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山海经》。是吗？对，高中的时候就对这个很感兴趣，后来也是挺有才的一个人。对，我看这个整个图文设计感觉都特别好。我看看。所以还是对小孩子也挺好读。我买我们这个书的孩子也挺多，很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的。我给 Max 给我们家小朋友看，他还很喜欢。这是太酷了。对，我们家2个娃爱看这个。那必须要看的啊。你也是有2个孩子对吗？对。大的已经8岁了，8岁半了。小的才5岁吧？小的5岁半。那他们平时除了你就给他们读绘本多吗？家里还不少，家里也挺多的。原来是中文的买了挺多，然后现在都去图书馆借。现在读德语的也挺多。现在中文的他们读的还多吗？这种绘本故事？少一些，也少了。但你觉得绘本对他们学习中文还是可以，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对，比较有用。以前他们中文的绘本故事可以背下来，就是讲的多的话。都可以背下来，可以看着图，他就可以说出来。对，看着可以念，就简单的故事的话。那现在上小学了，就德语，对，他可以自己读的话，他还是愿意读德语。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他就是中文的已经读的特别少，因为中文绘本故事对他来说太简单了。那就这种的，他们也应该是可以看的。这种的，对，这种的是可以看，对吧？对，这种的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幼儿的那么无聊。对，还有一些文化的。对，这个你讲起来的话，衍生出来的故事就很多。对，像有精卫填海呀什么的，它里面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经典的中国的传说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你稍微查一查，它就有很多跟它有关的一些历史故事，相关的历史文化都会有。这个是精卫填海，就精卫填海。对，精卫填海啊，夸父追日啊，它其实里面都有。对，女娲的这些故事都有。女娲传人我好像看到。女娲补天，对，正好看到这个是夸父追日啊，就是它都有。其实那些故事也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衍生过来的。这是最早的版本，就《山海经》是最早的。就是很多你现在考古啊，包括历史研究呀，他们这些都要从这个里面再去找。是，就以前觉得《山海经》这个书就是瞎写的，就是古人自己随随便便对，就是编了一些这种东西。但现在觉得它其实还是很有这个历史依据的，对，它还是很多是真实的东西。对，包括地理方面，我觉得很多也是真的，真实的动物很多也是真的，它就是叫不同的名字，但是其实那个动物是你第一章南山经开篇第一个猩猩，猩猩就是现在的猩猩，是，它就是写的让你觉得好像这是个什么怪兽一样，那其实就是猩猩，对，一模一样的，它就比较把它神化了一些，对，是通过就是我们真实的，对，我们以为它是神话的东西，但其实有一些是它有真实依据，然后再把它美化一些，然后有一些植物啊，对，但是有一些也确实是像那种什么这种人，对，这种人脸的怪兽啊，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对，有可能那个时候人他看到一种怪兽，他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对吧？但是有一些你说像猫头鹰那一类的，有可能他就是觉得，对，确实长得也很像个人脸，像猫头鹰这一类的。后面对，这是海经的部分。对，这个就比较怪诞了，什么有翅膀的人呐，羽人。对，就是海经的部分就很难考证，它可能。山经的部分多。山经的部分对，就是多半还是有一些动物是真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出这个书呢，主要是提高想象力嘛。对，因为你现在很多东西就是机器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那人还能做什么呢？那就是想象力的这个部分了。对，而且我觉得它特别有创意，包括里面的画都很有创意。对，它这个书本身写的就很神奇啊！就你一看这个文字就觉得哇，你这个发散思维一下就出来了，你就可以把它。
那个想象力一下子就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有图和没有图还是不一样的。对，以前它有很多个古老的版本，但是流传到今天的话，好像最早的一个，现在清华社还有一本是辽代的，辽代的一个很早的《山海经》，然后比较流通，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是明朝的，然后是清朝的，但是画的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它是木刻版画，木刻版画，对，然后就是没有我们画的这么复杂。OK， 对，它相对来说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了。那当时你毕业的时候，怎么就想起来只选择《山海经》这本？对，也是看到当时《山海经》其实很冷门的一个书，对，就像我毕业那年，没太人知道《山海经》，然后当时也是在那个图书馆看到有这个书，后来又在书店看到有，当时是有一本那个古本《山海经》，然后也有插画吗？有，它是老的插画，就是那个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课本的那个插画，然后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的一个书，是，但是这个画呢，就觉得好像还可以画的，对吧？还可以画的更有意思一点，对，就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种想象力的感觉一些，就是那个年代是那种感觉的嘛，然后感觉好像放在今天的话，大家可能觉得不太漂亮了，对，觉得不好看了，那就现在按照我的这个感觉来做一个。那你做了这个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了这整个书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理解？感受和理解对这个《山海经》。我是第一个出这个就是这种形式的《山海经》的人，真的是在中国的话没有，对，就是清华社出的这一本，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出的这一本，是当时第一个就是以这种比较现代的形式来画的《山海经》。绘本《山海经》就是2015年那个黑红版是第一本，就是这个，但是只是加了彩，对吗？后期只是这本加了彩，内容是一样的，其实是这个图，对，就是这个图，但当时是黑红的，就是黑白搞了，就是比较像，对，比较像白描的那种，15年就做了，就是最早的时候是06年。对，06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就画了，但是那个时候很少嘛，那当时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书，那只有20多张图，然后后来是10年还是11几年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清华社接触了，然后就把我画的这个书给他们看了，然后他们觉得很好，清华社的那个张主任，然后他说可以出，但是量太少，然后后来就把它扩充了，就把那个扩充到100多张，就大概是现在这个体量，然后15年出版的，就当时很火，那一次就火了，对，就火了，因为当时市场上也没有其他的山海经，就是那一本，再不然就是明代的、清代的，就是现代的《山海经》就是我那一本。然后后来到18年左右，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发现，哎，这个《山海经》还可以这样画，然后后来就各种各样的就都出来了，然后后来到了20年吧，21年的样子，然后说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反映，就是说想再看到彩色的，就是彩色的更丰富嘛。对。然后就又画了这本，然后多加了8个图在这里面，就是还有一些图是黑白版里没有的。然后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那个大蜡页。你看大蜡页，对，这个大蜡页是这个是新加的，这个黑白版里是没有的。这个黑白版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黑白版里没有，这个是新加出来的。这种的大蜡页只有1张，对吗？这只有1张。对，这个里面是这个里面就画了很多个，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很多个神兽放在一起了。就是有点相当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对，就是剪辑版。对，这是额外的，这些里面的神兽这个书里都是没有的，就是那页里面是这是额外的，这是额外的，这是另外的一些。OK， 那这个我看看反面，反面是它的介绍，对，这都是后来补充进来的一些。所以这个是彩色版特别的一个地方，然后剩下的内容里面，大概多加了有8个图吧，就剩下的里面再有多8张。那15年当时卖的就很火，卖了大概多少本呢？应该说是有超过100万册了。有100万册了。那到18年改成彩绘版以后呢？
彩绘版才刚出没多久，这个才卖了1年多一点，才卖了1年多一点，就是22年嘛，22年开始卖，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看到这个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把这个整个的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这种绘本的形式，很现代的形式，把这种古代的书又翻译重做一遍。对，不管是大人小孩，我觉得都是对于学习中文是很有用的，对不对？对，这个传统文化这一块，《山海经》还是很重要的。是，以前不太重视这个，古时候应该读的人是不少，但是后来慢慢它就有点失传了，就是有点。那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鲁迅当时写过这个，对，关于《山海经》的故事嘛。然后陶渊明有个诗，就那个很著名的也是个诗。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那个诗是他写的，反正应该那个年代的古时候的人都觉得他还是很比较好，值得一看的一个东西。称得上经的其实不多，对，你像《诗经》啊，你说叫经的其实不多，它叫《山海经》，那它就其实还是比较正统的一个东西，也有比较厚重的文化在里面。对，就是因为怪兽记载的太多了，然后后来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然后大家就觉得那这个可能是吧，对，就觉得太玄幻了，太玄幻了，但是其实还是很值得一读。是，像我们读的可能包括外国人知道的有4大名著，但是可能真的把《山海经》没有放在里面，有读《诗经》，对吧？它的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你像《红楼梦》啊，或者是《西游记》啊，它是一整个故事。对，它这个是小片段，它其实就是像那种旅行日志一样的东西。对，就是我走到哪儿，然后看见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记一笔。然后又走了一个山啊，这有九尾狐啊，九尾狐怎么样，然后又记一笔。它是这样的，就是随记，像那种随记。对，有点像像旅行日志，它其实有点像个日志的这种感觉。但是整理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系统化的。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说你怎么理解这个它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东西。有的人就觉得它可能只是记录了中国某一个地方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的人觉得它可能是记录了整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是吧这个大中国的这么个范围的，包括海边的，还有的觉得它可能记录了全球范围的。对，就是说你怎么去理解他所记的这些东西了，你看的那个角度不一样了，你就觉得书的感觉也不一样，对，是，而且很多人还是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当时曾经，对，因为很多动物也灭绝了嘛，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可能当时真的是有过的。而且很多的民族啊，你现在去看现在那些土著啊，那些古老的民族，他的那个穿着打扮也是很奇怪的。是的。所以你要真的你看见那个样子，你记录下来，可能也是他记录的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只是觉得它很玄乎，其实它也都是根据事实来的。只是发散了一下。我觉得对，就是古人的那个角度，对他的那个看到的，按照他的当时的认知把它记录下来了。还是很有参考和学习的价值的啊。对。那你觉得《山海经》对于当代的读者有什么些启示和价值呢？给人们就是想象力吧，就是打开你的这个思维，对，就是你不要局限在一个给你的一个概念里面了，就是你也觉得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人就已经这么有想象力了，是不是？他给你展现的这个世界跟你所理解的这个世界就是完全不同的，不一样的。对，我觉得可以给你观察世界的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你也觉得可以开放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开放一下眼界，对，你可以更有创造力的、更有创意的去思考一些事情。我觉得对小朋友是更有有助于他们打开想象力。对，小朋友还是挺喜欢的。其实我觉得特别喜欢。对，其实小朋友的接受程度比大人要高。对，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吓人呐？又是头的动物，不觉得？对，人脸的各种动物，对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对。那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创作这本《山海经》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比如说对于文章的理解和你最终把它落实到你画这个画。可能就是
就是怎么把它落实出来。因为他说经常9个头的人，对，你怎么表现出来？你比方说像那个9个头的，9个头的挺多的还，就是怎么体现。这个开明兽，对吧？你看开明兽9个头对吗？9个头，对不对？哎，我没有看到这么对，就是说我不太能够，就是说真的是并排9个头，1、2、3、4、5、6、7、8、9这么列着就不好看。对，因为古时候画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老虎的身子，然后1、2、3、4、5、6、7、8、9一圈脑袋，或者是一个大脑袋上面8个小脑袋。对，我觉得就是怎么体现他说的这个9个头，你也不要觉得是特别怪异的，硬是生长出来这9个脑袋在这里排。对，9个脑袋列在一排，对，那就比较没有想象力了，就不美。就是说你最后怎么还是得这个画面出来还是要美，然后让人看着不吓人，然后觉得不怪异，就有意思。对，它还是显得比较合理，就是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种它这里面的这种东西，对，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最终怎么把它用绘画的方式把它的文字体现出来，对吧？犬风国这是狗头人，就是它这种是吧？人头兽身的，又不害怕，对，又不害怕，然后你还得有这种创意，对，异域风情在里面，对吧？因为它整个感觉就是对，整个感觉就是比较异域风情的。对，这个是浣熊国，浣熊国，这个有，对我画的稍微有点印度风吧，这个浣熊国是什么呢？主要是它这个为什么？它就是这里胸口有个洞，然后所有的人胸口有个洞，说是走路的时候就拿个杆子从胸口穿过去抬着走，这样。就比较有意思。对，就比较有意思的。然后这个是羽人国的，说是这个长得就像鸟一样。那你觉得在这个作品中有哪些独特的地方，或者说在这个艺术作品中有哪些元素特别的强调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其实你看我这个书并不是就是非得把中国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元素把它弄出来，因为它这个内容其实本来就挺中国。而说如果你要看明清的那个木刻版画的话，那就是很传统中国的那种东西，但是我反而是想把它做的现代一点。就是结合它的那个中国元素，对，就是说把中国的东西怎么弄得现代，因为国际化一点。对，就是太传统了的话，大家觉得有点陈旧，就是太古老了，你就不太能贴合现代人的这个审美观，就大家觉得不好看。然后你这个用现代一点的方式，其实现在像同类的《山海经》的话，也都是差不多都是用自己的这种方法来表现的，就大家不愿意再去复刻那个以前的对很古老的那种表现手法了，更希望把那种传统的东西用更时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现在叫国潮嘛，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国潮。国潮就是用现代的，用电脑画呀，对不对？用这种鲜艳的现代的配色呀，或者是然后来表现古时候的一些东西，因为它这个形象本身是古老的。原来黑白的时候是属于白描那一类的，是的，就是线描的那一类的。然后留白很多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国画里面的白描，那种工笔白描，对，有点类似那种的。因为当时画的时候也是比较想靠近一点那个木刻版画的，因为它也是黑白的嘛，对，就是还是保留了黑白的，只是加了一点点红颜色，就是有点那种原始一点的、古朴一点的感觉。这一本呢，就是更现代一点，就是再现代一点了，就相当于是。那本黑白红的还有卖吗？有，也还有卖，应该也再买一本。对，那本也还有在卖，就是看大家喜欢吧。有的人也喜欢那种感觉，觉得显得更原始一点的。这个就更绚烂一点，就是华丽一点的，就是视觉冲击，对，视觉冲击更大一点的，就看大家对有的喜欢吧。我还是比较，我也比较喜欢色彩鲜艳的，对，色彩鲜艳一点的，也是这种的，对，就是更容易接受一点。对，都很好看，但是也有很多他想就是收藏啊或者什么，他也愿意收藏一个黑白的黑白版，对，也有。那在你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活动可以让你比较放松，同时又能找出灵感的呢？
因为你现在也是一直在持续创作的，对吗？对呀，就是找灵感，其实还是去这个多看一些其他的作品，找灵感的比较多。多看一些其他的作品。我用那个 Pinterest，Pinterest 可以搜很多很多的图嘛。对，还是在这个里面比较多。看别人的图比较多。那在生活中，比如说听音乐、看电影，会忽然有一种灵感吗？看电影现在看的很少了，没时间看。那倒也是，2个小时看电影都抽不出时间来看，是吧？因为还是一直不停的在创作的，对吗？对。然后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创作的意向？现在也在画一个书，现在画出，今年应该要出了。今年要出了，也是这种古代的这种。对，也是古代的。现在不方便透露，对吧？现在先不说吧。好，下一次出来的话，我们一定要买哈。对，快了，也是比较偏的，对吗？不是比较冷，是比较热的，比较熟悉的，比较熟悉。然后那我们就期待风格不一样了。风格不一样了，但是也是彩绘的方式，也是彩色，也是彩绘的方式，对，但不是这个风格了。OK，那我们就期待。如作为一个在海外创作的华人艺术家，你觉得可以如何通过作品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当然，这是你的代表作，肯定也是一部分，对吧？这个有出英文版，就是黑红版的那一本是有英文版。阿玛逊上面的就是英文版，英文版那个封面是个龙的那个，对，那个是美国那个。应该是天马出版出的，对，那他们原来出过莫言的书，所以对中国文化这边还是还是有接触的。还是以作品来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对吗？对，应该《山海经》可能是比较难，因为外国人对这个不了解，但是黑白版的评价还可以。呀，在采访你的妈妈对呀，你来啦！你妈妈的书你喜欢看吗？你喜欢看？这是妈妈的书。妈妈的书是不是很酷，很好看？看过的。那就是德语版的有吗？还没有，目前只有英文版，只有美国那边出。老师给我们看了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补天的故事。那你在这上面能找到吗？这上面我这上面有啊，我这上面有女娲补天的故事有。我很喜欢那本书，很喜欢这本书，对吗？你也很喜欢。而且这里对这个对不对？这个女娲补天，是这个对不对？这个太酷了。你们老师上课也讲了，那你有给妈妈把这个画就是他拿一个石头把天补上了，对吗？厉害了，你知道了哈。这妈妈画的这个很酷啊，你喜欢吗？但是书里面是看起来像一个人的对，也有很多就是画的是个人的。下一次你出新作品的时候，我们肯定第一个买。还有那个读者签名见面会，对不对？对。对，你要在上面签个字的。对，看一下名字。那也期待思雨的新作品。好的。那再次谢谢思雨，好吗？有机会下一次签名会的时候，我们再拍一个，对吧？好吗？其实签名会拍一个也不错，也很好的。然后那个大家，我把那个链接Amazon的和淘宝的这个书都放在那个评论区，大家要记得啊。新书出来，我们也第一时间买。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再见，拜拜。